嗨，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我们今天要来聊一本蛮有意思的书哦。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独特的世界层次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年纪越大，遇到的鸟事越来越多，然后就开始怀念以前啊，以前多好啊，那个美好的旧时光。书里就说啊，这不一定是世界真的变糟了哦，对，更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不满啊、抱怨啊，不知不觉就把自己转移到一条比较负面的生命线去了。这个说法它背后的概念叫做替代空间。你可以想象成存在着无限多种可能性。无限多种，哇，对，那你的思想能量，特别是你的情绪哦，它就像一个调频器。调频器，对，它会决定你 align 到，就是调频到哪一个频道，也就是你个人的现实。然后这些个人的现实一层一层叠加起来，就变成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哦，所以每个人的体验其实不太一样。没错，虽然在同一个空间，但你的世界层次跟你旁边的人可能完全不同。那如果我一直散发那种比较负面的能量，会怎么样？书里好像有提到这个。会哦，而且书里形容的蛮强烈的。他说这就像丢出一个3倍威力的回力镖。3倍，对，第一，你那个强烈的负面情绪哦，它会产生一个叫过剩潜力的东西，然后宇宙会有个平衡力跑出来，想要中和掉它，但通常是用你不喜欢的方式。啊，那不是更惨？对啊，然后第二，你的不满、抱怨会变成一个通道，通道通去哪？通给一种叫做摆锤的能量结构，它会来吸你的能量。吸我的能量。这个摆锤是什么？听起来有点可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能量信息体啦，它需要靠能量才能生存壮大。那它最喜欢吸什么能量？就是众人共同关注的能量，特别是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对，你想想看，媒体是不是很爱报坏消息？好像是灾难啊、冲突啊、经济不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人的心理啊，天生对负面的东西反应比较强烈，这是以前那个远古时代留下来的生存本能啦。恐惧、愤怒这些情绪能量特别营养。哦，原来是这样。那个回力镖的第3个威力是什么？这个最关键，就是当你持续散发这种负面能量，它会把你整个人转移到跟这个负面能量同一个频率的生命线上面去。转移，意思是我抱怨什么就越容易遇到什么吗？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书里把它叫做感应式转变。感应式转变。就是说，你本来可能只是个旁观者，比如说看到新闻在报失业潮或是什么流行病，但如果你开始对这些事情产生兴趣，一直去关注、去担心、去跟别人讨论，那你的思想能量那个频率就开始跟那个负面的摆锤同步了。同步了，会怎样？你就不是在旁边看了，你等于是被感应进去，好像被吸进那个漩涡里，从观众变成了参与者，甚至是受害者。哇塞，这听起来有点悬，但好像又有点道理。书里有举例子啊，比如说你一直很担心失业，每天想完蛋了，公司会不会裁员，散发出这种焦虑的频率。这种能量哦，它可能会透过你的行为举止，比如说工作表现变差啦，或者跟同事关系紧张啦，这样流入出来。然后潜意识里你也可能觉得自己不行，结果呢，可能就真的更容易被裁掉。这不是说想法是唯一原因了，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模式。你的频率把你带到那条失业可能性更高的生命线去了。那担心生病也是一样吗？比如说最近有什么流行病？对，完全一样的道理。书里提到，就算你嘴巴上一直说我很健康，我很健康，可是你心里一天到晚都在担心，都在想那个病，那你其实就是在把自己调频到那个容易生病的生命线。哈，连这样想都不行哦。因为你的注意力、你的能量都聚焦在那上面了嘛。你的潜意识会开始去找我可能会生病的证据，看新闻也特别会注意相关的报道。哎呦，
这不是说疾病是假的哦，而是说你选择去玩哪个摆锤的游戏，会很大程度影响你的体验。这里也提到一个世代转变的现象，蛮有趣的。对，就是说，为什么很多长辈会觉得，哎，以前比较好啦，现在越来越差？对，常听到。书里解释说，这不一定是世界真的变坏，而是可能因为他们累积了比较多的失望不满，能量频率降低了，就不知不觉转移到一条比较灰暗的生命线了。然后年轻人因为刚开始比较乐观，所以感觉比较好。对，年轻人通常从比较高的频率出发，但这个过程会一直重复啦，每一代都可能慢慢往下掉一点。不过还好，因为每个人都在选自己的层次，所以世界整体还不至于变成地狱。好，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听到这里觉得有点焦虑耶，总不能对世界上所有的坏事都装能看到吧？这就是重点了。书里提出的策略，我觉得蛮妙的。它不是要你去抵抗或避免哦，不是避免，那要干嘛？因为你去抵抗，比如说你很讨厌某个新闻，你一直骂它，一直想着它多坏，其实你的能量还是聚焦在它上面了，对不对？对耶，你反而给了它力量。所以书里说，关键是有意识的忽略。有意识的忽略，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知道这个资讯存在。比如说，你滑手机看到一个很负面的新闻，或者听到旁边有人在抱怨，你看到了、听到了，但你有意识的选择，这个东西我不让它进到我的世界里来，不让它进来。对，就是你不去吸收它，不去投入情绪，不去花时间一直想、一直担心，或者跟着别人一起骂，让那个资讯就像水一样从你旁边流过去，但你不把它舀进你自己的桶子里。然后把你的注意力转去看一些对你有帮助的，或者至少无害的东西，看个好笑的影片也好啊。哇，这听起来需要很强的觉察力耶，要一直提醒自己。没错，书里把它叫做要让内在的那个守护者保持清醒。内在的守护者。对，就是时刻去留意，我现在是不是又不小心掉进抱怨的模式了？是不是又在对某件事感到很愤慨、很焦虑？是不是又参加了那种只是在渲染负面情绪的讨论？书里说，任何会引起你强烈负面反应的事情，都可能是那个摆锤在挑衅你，他想勾住你的能量，所以要警觉。对，当你意识到这是摆锤的游戏，你就可以选择，我不玩，把主导权拿回来，你才是主人，不是受害者。不过书里也有提醒啦，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有那种极度强烈的恐惧，比如说你超级怕搭飞机，对，有些人会这样，那可能真的表示你的能量频谱里跟那个空难的负面生命线有比较强的共振。这种情况下，先避开，可能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了解。或者像前面说的，担心失业，与其一直空担心，不如采取行动，比如说开始看看有没有其他工作机会啊，建立一个安全网。这种实际的行动也能有效化解那个焦虑的能量。有道理。行动可以消除那个过剩潜力。对。那这样听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思一下，我们平常生活中好像有很多那种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小抱怨。比如说今天好热哦，天气真烂，或者是物价又涨了，或者看到别人好像过得很好，有点小嫉妒。这种很常见。对啊，这些小小的不满、小小的负能量，会不会其实也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的喂养某些负面的摆锤，然后也悄悄地影响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个现实层次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随时拿来观察跟反思的问题。对啊，好，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好，希望这些概念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咱们下一集见，拜拜。拜拜。